大姑娘，这画的不是你吗？奴婢该死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什么都没看见。张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小象是你亲手画了赠予我的，我是太珍惜了才会随身带着，片刻都不舍得离身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何时给过你这种东西？庶子敢言，竟敢在我母亲寿宴上公然污蔑我顾家嫡女的清白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老夫人，顾大人，我与朝墨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他爱我，甚至愿意为我滑胎。看在我们这般真挚的感情份上，求老夫人、顾大人成全我们吧！我愿意娶她，给她一个名分。你一派胡言！我杀了你这个败类！着墨刚滑胎不久，他的院里还能挖出药渣，那是我们相爱的证据。顾大人若是不信，大可亲自去验证。老爷，挖到了！顾大人，铁证如山，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这个孽障！我顾家的百年情欲全毁了！次日，我与裴灵谦珠胎暗结的事传遍京城，连宫里都听到了风声。陛下免了父亲的职务，祖母一病不起，没几天便去了。我是顾家的罪人。大姐姐，你喝口水吧，石头这么毒，你会受不住的。小妹，是你！大姐姐，你不喜欢我没关系，但你错的离谱啊！祖母最是疼你，你却害死了她。顾着墨，你不知悔改，竟还敢欺辱亲妹！把这个逆女丢到乡下庄子里，让她自生自灭！我顾家没有这种伤风败俗的女儿。大姐姐，谢谢你替我挡灾。明日便是我的大婚了，原本为你准备的10里红妆，现在全都是我的了。明天一定很热闹，只可惜你看不到了。大姑娘，这画的不是你吗？我顾朝墨竟从地狱爬回来了，你们欠我，我要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奴婢该死，奴婢不是有意的，求大姑娘恕罪。桂嬷嬷，长子。孙女院里的人越发没规矩了，竟敢当着众人的面往主子身上泼脏水，让祖母和父亲见笑了。这丫头看着眼生，是哪儿来的？老夫人明鉴，侍妾才是心疼大姑娘，怕她院里人手不够，这才多拨了个丫头过去伺候。没成想这是个会咬主儿的畜生，都怪妾身眼拙，好心办了坏事，求老夫人责罚。如此没规矩的丫头，也不知你是怎么选的，竟还敢送到莫姐儿院里。大姑娘，奴婢虽是萧姨娘买进来的，但一进府就跟了你，奴婢对你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啊！你不能就这样定奴婢的罪啊！大胆！你这话倒是在逼我大姐姐承认那小巷上的人是她了。我大姐姐何许人也？纵然有时做事出格些，却万万做不出这种私相授受的事来的。
句句维护，字字诛心。好一个温柔善良的妹妹，上一世我竟信了你的邪，把你当亲妹妹看待。差点忘了，顾朝墨可不是个固守成规的人。去面狩猎，他在山里迷了路，后来虽然回来了，但谁知道他不在的那段时间跟谁在一起？又是不是假借迷路私会情郎？我记得那次裴公子好像也消失了一段时间，莫非他们俩是在山里？哎呦，真是没眼看！不仅如此，还有上次赏梅宴呢。顾昭墨的婢女打扮更衣，他借口好一会儿，其实他自己授意婢女的。这可说不准，世家大族的婢子哪个不是好好学过规矩的？怎么可能连一杯酒都拿不稳？我看呐，就是有人心猿意马，自导自演。仔细想来，顾长墨不在时，裴公子也不在，真是好巧呢。这孤男寡女的，谁知道暗地里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裴公子，你说句话呀！你快向大家解释，你和我大姐姐只是好友，并无其他逾规之举。你快说啊！老夫人、顾大人，都是我不好，千错万错，全是我一人的错。你们别怪朝墨，要打要骂，都冲我一个人来罢，我绝无怨言。裴公子这是承认了，这般护着他，那小香画的必然是顾昭墨了，真是丢尽了世家女子的脸。真没想到，顾家大姑娘看着端庄，骨子里竟是个轻佻夜荡的人。这百年清流之家，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看来小伯爷今天是铁了心，要将这盆脏水死死泼在我的头上。昭墨，事已至此，你我何必再隐瞒？既如此，我且问你几个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小伯爷你可敢当着大家的面如实回答？自然敢，我所言句句属实，有何不敢？敢问小伯爷，你口口声声说与我两情相悦，那这带有艳词的小象，是你何时何地从何人手中所得？自然是你亲手交予我的。半月前在长兴湖游湖时，朝墨你亲手将此物赠予我作为定情信物。半月前，我的确去过长兴湖。各位长辈听到了，他承认了，他自己承认去过长兴湖。慢着，既然小伯爷如此记忆犹新，那你可还记得我们当日在船上吃的是什么点心？这女人是不是吓傻了？死到临头居然问我吃了什么？朝墨，你记性可真差。我们当时吃的自然是莲子酥，那可是天香楼大厨现做的，味道极其清甜。糟了，莲子酥，怎么会是莲子酥？我继续说，半月前天气热，长兴湖上荷花开得正好，我去赏荷，还专门请了天香楼的厨子去摘最新鲜的莲子，在船上现做点心。做的的确是莲子酥。诸位都听见了，周墨，你终于承认了，你承认我们在船上私会，还一起吃了点心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一派胡言！我顾家墨姐儿极爱荷花，这是满京城人尽皆知的事。但只有极少数亲近之人才知道，她自小碰不得莲子，只要她一碰莲子，便会浑身起红疹，奇痒无比，
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，遑论去吃了。什么？莲子过敏？这不可能！裴家小子，你口口声声说与我孙女关系匪浅，两人私定终身，却连她碰不得莲子这等要命的忌讳都不知道。心忌虑往我顾家嫡长女身上泼脏水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就是，顾家是什么门庭？这可是百年的清流世家。顾家嫡出的姑娘若是想嫁人，想要什么样的才具没有？只要开个口，提亲的门槛都要被踏空了。何必偷偷摸摸做那种败坏自己名声的下作事？我看呐，分明是有些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硬要用这种下流手段攀高枝。莫姐儿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最是知书达理懂规矩，此番定是被人恶意污蔑了。果然，没有底蕴的家族里出来的小子，满肚子的男盗女娼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为了高攀，竟然靠贬低一个清白姑娘家的名声，不仅娼府里的人，连这心肝也是黑透了的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小巷上画的就是顾着墨，大家都长着眼睛了，你们自己看，这眉眼这身段像不像他看一眼便知？着墨，我自知伯父现在没落，身份配不上你这清流嫡女，但你怎可为了撇清关系，就否定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，如此狠心绝情？好，小伯爷的意思是，那日你真的上了我顾家的游船，吃了天香楼的点心，还拿了这幅定情小象。事实就是如此。着墨，我不想骗大家，更不想骗自己的心。大姐姐莫气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。想来这也只是一场无心之失的误会罢了。今日毕竟是祖母的大好寿宴，若是闹得太难看，扫了大家的兴致，我们先将此事看。有人跑到家里来，当众造谣生事，折辱我顾家的门楣，毁我清白。二妹妹，你作为顾家人，不着急帮我查明真相，证明清白，却急不可耐的要先过此事。只有将这泼脏水的人彻底查清，把毒瘤拔除，祖母今日才能真正过个好寿。大姐姐，我只是为了大局着想。说起来，我正好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二妹妹。大姐姐，你要问什么？那日我们姐妹二人一同游长兴湖，为了贺你生辰，我特意找了天香楼的厨子来，做了你平日里最爱吃的莲子酥。当时在船上，除了外面伺候的丫鬟小厮，船舱里就只有你我二人。小伯爷如此笃定他来过我们的船舱，还吃了莲子酥。既然我碰不得莲子，那当日在船舱里与小伯爷一同私会、一同吃点心的，到底是谁呢？不是我，大姐姐，你这般毫无根据的攀扰，你这话是要逼我去死啊！我清清白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会做那种事？老爷，大人啊！妾身自知身份卑微，是个上得台面的妾室，这么多年在府里战战兢兢操持内宅，伺候主母，不该有半句怨言。妾身不知是哪里做错了，惹得大姑娘这般厌恶。大姑娘若是心里有气，想打想骂冲妾身来便是，哪怕要了妾身的命也行。只求大姑娘高抬贵手，饶了我的农女儿吧，她可是您的亲妹妹啊！行了，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像什么样子？裴家小子，老身不管你手里那张不知廉耻的小象画的是谁，总之绝对不是我顾家的嫡出姑娘。你今日三番四次口出狂言，出言不逊，辱我门楣，也休怪老身不留情面，容不下你这等龌龊之徒。来人，把这个泼毛无赖给我乱棍打出去！是。送客。放开我！我是小伯爷，长梦，你救我！上一世我被污蔑的措手不及，他们一环扣一环，根本没给我半分辩驳的时间，把所有的脏水全部死死按在我的头上。不仅害我声名狼藉，更害得祖母活活气绝身亡。而这一次惊慌失措、作茧自缚的，变成了他们。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将那包致命的滑胎药渣埋进我的院子里了。昨日寿宴一散，父亲雷霆愤怒，
今日一早早朝，父亲便以言官之首的身份，联合众位清流大臣，狠狠参了昌平伯一本治家不严、纵子行凶之罪。本就入不敷出的昌平伯府，直接被圣上褫夺了1年俸禄。听说昌平伯接旨时期的当场绝了过去，在床上躺了半日，便急急忙忙带着罪魁祸首上门负荆请罪。顾老夫人，顾大姑娘，昨日之事我都听这孽障说了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才让他听信了市井流言，冲撞了贵府的寿宴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还不快跪下，给顾老夫人和顾大姑娘认错！昨日那小象是我在长兴湖边偶然捡到的，我一时倾慕顾家大姑娘的风姿，猪油蒙了心，才会在寿宴上失了分寸。招募，放肆！小伯爷若是到了此刻还没学好规矩，连该怎么称呼都不会，我不介意亲自去请父亲入宫，求圣上派几个教养嬷嬷到你伯爵府里好好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顾大姑娘息怒，顾大姑娘息怒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这次糊涂。是，千错万错都在我们。顾老夫人您大人大量。昌平伯，女子名节大过天，昨日若非我家莫姐儿机敏，这顾家百年清流的门楣就要毁在你儿子的一张嘴上了。还望伯爷日后好好管管住自己的儿子。是，老夫人教训的是，绝不敢有下次了，绝不敢有下次了，绝不敢有下次了。快走，嫌丢人不够吗？这种破落户，以后绝不许放进门。墨儿，今日委屈你了，你好好陪陪祖母。莫姐儿，过来。只要祖母好好的，墨儿一点也不委屈。你自幼丧母，只要老婆子在一天，这府里就没人能欺负你。上一世是我太蠢，这一世换我来护着您。萧氏，你掌管中狱多年，后宅却乌烟瘴气，下人竟敢攀咬主子，你就是这么当家的？老夫人息怒，寿宴人多眼杂，妾身实在冤枉。祖母，姨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您明鉴。操劳！从今日起，萧氏闭门思过，罚抄佛经100遍。二丫头德行有亏，禁足半月。祖母，闭嘴！再多言，禁足加倍。莫姐儿，你也大了，这府里一半的中贵之权，以后由你打理，有祖母给你撑腰，定不负厚望。祖母，该用药膳了。还是墨儿贴心。墨儿，祖母。上一世祖母身体硬朗，却突然猝死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定是萧氏暗中做了手脚。张嬷嬷，从今往后，祖母院里的所有饮食汤药必须由我亲自过目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老奴遵命。祖母，这一世，孙女不仅要守住顾家门楣，更要守住您。谁敢伤您一分，我定让他碎尸万段。顾慕浓上一世出嫁，嫁妆10里红妆，除了宫中的份例，全是萧姨娘私下添补。她一个舞姬出身的姨娘，哪来这般惊人的金山银闪？原来如此，账面上的亏空竟都被她中饱私囊了。前世祖母突然暴毙，定与她脱不了干系。放我出去，让我见祖母最后一幕！求求你们开门！这一世，哪怕前方是修罗地狱，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伤祖母分毫。老爷，莫姐儿今岁也17了吧？这可是到了说亲的好年纪。
事不小了，该提上日程了。妾身听闻，县阳郡主2日后要举办洗尘宴，届时京中才俊云集，不如让墨姐儿去相看相看。农儿虽被禁足，但若能陪姐姐同去见见世面，也能彰显咱们顾家姐妹些名声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全，农儿的禁足便解了吧。这是县阳郡主洗尘宴的请帖，届时去赴宴的都是同龄的世家子弟，你带上农姐儿一道去。你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，别总是让家里操心。父亲这是要借我的婚事替二妹妹铺路吗？放肆！这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洗尘宴，这是要为谁接风洗尘？县阳郡主之子长觉公子。那时的我已经死了好几天，身躯早已冻得比冰雪还冷，却无一人来过问。我以为自己生生世世都要做个孤魂野鬼。若我早些来，是不是就好了？司长觉，我从未想过，最后为我收拾刻碑的人，竟然会是你。墨姐儿，你在发什么呆？女儿只是有些惊讶，她不是一直镇守西渊吗？怎会突然回京？县阳郡主念子心切，求了圣上恩准，大概是想借着洗尘宴为公子相看世家贵女。总之，皇室的浑水我们顾家少掺和。此番你去，全当是带农姐儿见见世面，切勿惹是生非，丢了顾家的脸。司长觉，前世你赠我墓碑刻骨之恩，今生换我来守望你。大姑娘这是要去查账，瞧这忙碌的，可别累坏了身子。乔姨娘这满面春风的样子，是要去接二妹妹出院子了。农姐儿再过2日就要与大姑娘一同去郡主府上了，妾身也是怕她年纪小不懂规矩，到时候给大姑娘惹麻烦，这早些教导总是没错。姨娘真是好算计，好一招一石二鸟，一边解了二妹妹的禁足，一边说不定还能趁着洗尘宴，将我这个碍眼的眼中钉早早嫁出去，是吧？大姑娘真会说笑，妾身听不懂大姑娘在说什么。姨娘在怕什么？是怕我查清账目，还是怕我活得太久，挡了你女儿的路？别紧张，与姨娘开个玩笑罢了，莫要见怪。大姐姐，农儿来迟了，让姐姐久等了。大姐姐可还在生我的气？那日裴公子的事儿，我真的不知情，我不知道他会当众说出那样轻薄的话来。大姐姐千万别因为这件事与农儿生分了呀！好一个无辜可怜的好妹妹，这出戏你准备演到什么时候？二妹妹，你可知民间有一种关于伥鬼的传说？大姐姐何意？是有伥鬼，专食清血，神有髓，最善伪装。谁对他掏心掏肺的好，他便要害死谁。事后还要装出一副无辜懵懂的模样，以迷惑世人。二妹妹，你不觉得这个传说很熟悉吗？大姐姐，你……哎呀，这么紧张做什么？姐姐说的是桃香那丫头呢。桃香？可不是嘛。之前我帮她母亲治病，又给她阿弟谋了个好差事，她不感恩便罢了，竟然还反过来勾结外人污蔑我的清白。这样恩将仇报的人，不是伥鬼是什么？好在祖母明鉴已经将那贱妇赶了出去。
姐姐就是想跟你说，裴灵谦那件事全是桃香那丫头点的火，与你这般纯善的妹妹何干？姐姐又怎会生你的气呢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，原来顾昭墨还是那个蠢货，几句软话就能哄骗过去。姐姐能明白农儿的苦心，农儿就放心了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上车吧，别让郡主久等了。顾慕农，你就尽情的得意吧，爬得越高，摔得才越惨。顾家，顾家大姑娘仗着权势不给诊金和药钱，如此欺压百姓，怎担得起清贵之家的名头？小人养家糊口难，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，求郡主为小人做主啊！外面何人喧哗？大姐姐，我听着外面之人在喊的，怎么是你？将外面的人带进来。顾大姑娘，求你了，将药钱给我吧，我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呢。这位老先生，郡主面前，你怎可先归我大姐姐？一见到顾着墨就哭求，想来是真的没办法了。顾家连药钱都付不出来吗？真是丢家有辅医，何必舍近求远，去外面找医师出诊？你且说说，顾朝墨在你处看的什么病，吃的什么药？老先生但说无妨，郡主在这儿，孰是孰非，郡主自有定夺。这副红花汤便是小人开给顾家大姑娘的药方，诊金为5两银子，还请姑娘结钱。红花汤，那不是滑胎药吗？顾朝墨要滑胎药做什么？裴小伯爷怎么也来了？莫非前些日子传闻他俩有私情的事儿是真的？说什么登门道歉，保不准就是顾家为了脸面，逼昌平伯府吃的哑巴亏。真看不出来，顾朝墨平日里假正经，私下竟连滑胎药都吃上了。大姐姐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，难怪前些日子大姐姐没来，我都虚弱了好一阵。没成想，大姐姐你竟然是……上一世就是这样，你们用言语寸寸诛心，将我逼上绝路，但这一世你们休想！说完了。要想证明此事很简单，滑胎之人气血大飞，只需请医师号脉即可。臣女问心无愧，愿接受任何检验。将薛太医请来。回郡主，顾大姑娘脉象并无异样，反而盎然有力，比一般人还要康健，绝无滑胎气血亏虚之象。大胆，竟敢污蔑朝廷重臣之女！来人啊，将这刁民拿下！郡主明察，顾大姑娘开药至今已过去3月有余，加之方才二姑娘说她吃了血参，恢复至此是情理之中啊。若是用了百年血参这等极品补药，确实能补足亏损，让人脉象恢复如初。血参之事可是真的？不敢欺瞒郡主，家里的库房持取1分1毫都有记录，血参亦记在案本当中，一查便知臣女所言字字为真。顾慕农，你终于把底牌亮出来了。那血参明明是萧姨娘偷拿去变卖了，你却想栽赃给我。既然妹妹说的如此笃定，那便请郡主派人去我顾家库房彻查账本，看看那血参到底进了谁的肚子，又或者是被什么见不得人的硕鼠给偷卖了。郡主，有人拿名节为刃，欲将臣女开膛破肚，臣女斗胆，恳请郡主主持公道，彻查到底，
还臣女一个清白。你想如何？郡主可能不信，今日场景，臣女曾在梦中见过。梦中小人得逞，我一卷草席被扔进荒村。醒来后，臣女心有余悸，想着或是上天垂怜，不忍我含冤而死，才降下这预言梦。为求个心安，臣女便着手查起，怎料还真让我查到了一些东西。大姐姐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在家中你便不给我好脸色，如今你竟要将那会死人的污名强加给我，算小妹求你了，给我留条活路吧。原来二妹妹也知道这污名会害死人，还请郡主允许臣女传证人证物。准。向诸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京城回春药馆记录处方的先生。二妹妹，见到了熟人，怎么不来打声招呼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不认识他。回郡主，大约3个月前，药堂即将打烊时，一个妇人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。他们非要我们为一个遮得严严实实的姑娘看诊。经大夫诊脉，那姑娘已有2月身孕，他们当即买了大剂量的滑胎药，匆匆离去。后来草民才知道，那妇人是顾家的妾室萧姨娘，而那怀孕的姑娘就是她的亲生女儿顾慕农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撒谎！萧姨娘给了掌柜一大笔封口费，为了彻底瞒下这桩丑事，她甚至雇佣杀手要将草民杀人灭口。天哪，这伤疤竟下如此狠手！草民濒死之际，被顾大姑娘所救。老天不收我这条烂命，就是要让我留着这口气来拆穿这对母女的真面目。求郡主为草民做主啊！这是当日草民亲自记录的脉案，请郡主明鉴。你胡说！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！区区一个贱民，竟敢攀咬世家嫡女！来人啊，快来人将此人拖出去乱棍杖毙！二妹妹别急着跳脚啊，单凭一份脉案自然不够。巧了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份你当日的出府记录，咱们只需对比一下时辰，看了便知到底是谁在说谎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什么？明明已经被你烧毁了，是吗？二妹妹可能不知道，顾家的这些重要文书向来都有备份的习惯。你偷偷烧掉的那一份，只不过是其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份罢了。脉案上的日期时辰与这出府记录分毫不差。顾慕农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大姐姐是顾家嫡长女，她若想置我于死地，这些伪造的东西随手便可捏造出大把。臣女清清白白，从未做过苟且之事，求郡主明鉴啊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事到如今，你竟还不肯认？太医院的薛太医今日正好在此，可当众让薛太医替我诊脉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不惧。回郡主，此事若真发生在大约3个月前，那滑胎的时日实在太久了。从脉象上来看，如今已经诊不出任何异样，老夫也无能为力。
老天助我，只要太医诊不出，我看你拿什么定我的罪。虽说太医无法诊脉断定，我这里却还有一计。听闻宫中有一秘法，无需脱衣，只需一滴药水，便可验明女子是否完璧。还请郡主屈尊助臣女一臂之力。这宫中秘法，本郡主确有耳闻。相传需用极其罕见的凤云草提炼药水，可此草珍稀无比，我这府上恐怕一时难以寻得。郡主不必烦忧，这东西我有。他怎么来了？说不巧，我刚从西域，手里恰好带了几株凤云草。不错，若为清白之躯，万间毫无变化；若以小湿身打开，皮肤便瞬间变得鲜红刺目。二妹妹，既然你坚称自己清白，可敢当着郡主的面一试此法？凤云草，世上竟有这种东西，我绝对不能当众验尸，否则一切就全完了。陆乔木，你少拿什么西域的野草来装神弄鬼，谁知道那药水有没有毒？验！今日若是查不出真相，谁也别想走出我这郡主府。大姐姐既然想验，做妹妹的自然配合。只是方才京剧交加，我出了一身虚汗，实在有些难受。可否容我去后堂换身干净衣服，稍作休整？二妹妹请便。这绿茶婊显然是要去捣鬼，就怕你不去捣鬼。去吧，去把能够定你罪的最后一块平田补齐。这是护国公家的嫡女，年方7岁，小丫头觉得新鲜，非要凑个热闹，待会儿便由她做个鉴赏。大哥哥说给我涂红花水玩，我要玩。为表公正，待会儿这凤云草的药汁将同时点涂于3位姑娘手腕，清白与否，静待真相大白。顾大小姐、顾二小姐、小小姐，奴婢来为你们涂抹凤云草汁。我自认没有亏待过你，从你入府起，吃穿用度我未曾苛阔，甚至曾将你当作血脉相连的最亲之人。你为何这般恨我，非要置我于死地？放心，郡主和宾客都在前厅，这里只有敞开说，不必再演那副姐妹情深的戏码了。没有为何，我就是恨你，我恨透了你那副高高在上、悲天悯人的嫡女做派，就是见不得所有人都围着你转。我和姨娘费尽心当成无价之宝去争夺的东西，你只需招招手，便有无数人甘之如饴的捧到你面前，凭什么？可我有的，你哪样缺过？父亲偏心于你，顾府上下谁敢薄待你？谁稀罕你的施舍？你给的越多，我越觉得恶心。我就是要将你从那云端上扯下来，狠狠踩进泥里。我要看着你身败名裂，被万人唾骂，永远爬不起来，我才甘心。嫉妒已经彻底扭曲了他的灵魂，像他这样为了害别人不惜将自己搭进去的人，我还多费什么口舌呢？时辰到了，回前厅吧。时辰已到，掀开衣袖，让大家看看结果吧。红了，顾大小姐的手腕变红了。顾长墨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贞洁烈女呢，弄了半天，原来你也失了身。郡主明鉴，顾长墨没有通过验身，他手腕变红了，他就是个与人私通、珠胎暗结、不知廉耻的贱妇，请郡主立刻将他定罪，身旁处死。顾长墨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简直丢尽了顾家的脸！顾二姑娘慎言，结果还未全部揭晓。你若再敢多说一句不堪入耳之言，休怪我不给顾大人留情面，当场拔了你的舌头。顾二小姐，你光指认别人，倒是把你的结果给大家看看啊！看就看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有何不敢？
看吧，我是清白的，一点红色都没有。顾兆墨，你败坏家族名声，何该被打死沉塘？来人啊，把这个奸妇抓起来！慢着，还有人没看。就是，本小姐还没验呢，你个坏女人急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他才7岁，怎么可能失身？看清楚了吧，本小姐手上也是红的。你诓我！你们合伙算计我！若你问心无愧，没有在那换衣服的间隙洗去手腕上的药汁，又何惧这点小把戏？各位，根本没有什么宫廷秘法，更没有什么产自西驴的凤云草，那药汁不过是最普通的猪草捣碎制成罢了，随便哪个人沾上，皮肤都会立刻染红。顾二姑娘，你做贼心虚，偷偷洗掉了药水，这叫此地无银300两。好一个狠毒狡猾的庶女！来人，将这目无长姐、不知羞耻、满口谎言的毒妇给我绑了，直接送去顾府，原原本本转告顾大人今日之事。等一下，张默，慕容好歹是你的亲妹妹，即便她有错，也不至于被如此折辱对待。她名声全毁已经很可怜了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放过她吗？可怜，他为达目的，不惜害人性命，颠倒黑白，甚至要将我陈塘处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可怜？你看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顾二姑娘和她那嫡姐长得可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可不是嘛，顾老夫人寿宴上那张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小像，画的不会就是她吧？想来绝对是了。你们看那麦日先生的记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顾慕浓可是为人滑过胎的。天哪，孩子爹除了这配小博主还能有谁？真是没想到，他平日里装的清纯可怜，这心思竟如此深沉恶毒。不是我，那是有人陷害我。天色已晚，府上还有要事，在下先告辞了。方才厅内的事，多谢公子帮我解围。没什么，只是顺水推舟而已，顾姑娘不必挂怀。末了，我又想到一事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公子请讲。你们今日闹了这么大一出，回去怎么交代？你爹他会为难你吗？原来连他这个只见了一面的外人都看出来了，我爹到底有多偏心顾慕容。打死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孽女！我娘去得早，萧姨娘是我爹早年南下时从青楼里救回来的风尘女子，她极其受我爹宠爱，把控后院多年，有她在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顾慕容是怎么也不会落到孤立无援的地步的。多谢公子关心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解决的。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，大不了什么？大不了不在他顾家待了。我母亲十分喜欢你，郡主府随便你住。公子为何如此帮我？方才你说你做过一个预言梦，其实我也梦到过，在那个梦里，那种失去你、伤心欲绝的痛，我怎么也忘不了，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，至今想来仍让我不寒而栗。所以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这次我一定要护住你，绝不让你再受半分委屈。他竟然也有前世的记忆，他记得我，他来救我了。司长爵，谢谢你。
家门不幸，我顾家百年清誉全毁在这个不知廉耻的庶女手里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未婚先孕，还滑了胎，此等败坏门风的孽障，必须沉塘，或者立刻逐出子府。二位叔伯息怒，慕容他年纪尚小，是被那裴家小儿蒙骗了。哼，年纪小就能干出这等龌龊事，你若不处置，我便联合全族罢免你这家主之位。够了！我绝不会把他逐出族谱。来人，传我的话，罚二小姐在院中禁足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探视。皇后娘娘懿旨：顾家家风不严，教女无方，致使丑闻满天飞，责令顾大人即刻整顿门楣。若再有姑息一奸之举，必当严惩不贷。因此，微臣接旨，叩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哼！老爷，咸阳郡主进宫告了御状，如今皇后娘娘亲自下旨，族老们又联手上书逼迫，您保不住二小姐了。终究是留不住了。这笔钱你私下拿去给萧姨娘母女，让他们好好置办一下，别太委屈了。大姑娘，外头传来消息，老爷终于顶不住压力，把二姑娘逐出族谱了。而且裴家此刻已经来下拼了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竟还舍不得打顾木生一下，甚至还背着族老偷偷塞钱。败坏门风的畜生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打死算我的！老爷，好歹给大小姐留个馒头吧，她会饿死的。让她去乡下庄子里自生自灭。亲爹，不过是利益权衡罢了。这就是顾家那个被逐出族谱的庶女。裴家连门都不开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哎呦，大家快看啊，这不是顾家那个被逐出族谱的二小姐吗？呸！未婚先孕的破鞋，能有2胎嫁妆就不错了。听说这还是顾大人私下贴补的呢，真是丢尽了列祖列宗的脸。娘！木南，我的心肝啊！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？你不是回门吗？怎么没回大宅？回什么门？顾家大门根本不让我进，守门的家丁直接拿扫帚赶我。姨娘，你去求求爹好不好？他不能不管我啊！裴家根本就是个吃人的蘑菇。嫁过去之前，裴灵谦那个畜生对我软话说尽海誓天盟，谁知道他一开始根本就是想攀上顾长墨的，攀不上才来招惹我。他就是看上了我们顾家的权势，听说我被逐出族谱，失去了利用价之后，裴家像是对我带毒打骂，他就活不下去了。女儿啊，娘也没办法呀。为什么没办法？你去勾引爹啊！爹最听你的话了。没用了，陛下听了县阳郡主的话，把你爹叫进宫里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狠狠批了一顿。陛下说他再处理不好这桩丑事，他头上的乌纱帽也就别要了。在官位面前，你爹怎么可能还会管我们的死活？天下男人都是一个样，薄情寡义的畜生。如今倒好，咱们娘俩落难了，碍着他加官进爵的青云路了，他便毫不犹豫的一脚将我们踢开。真是个忘恩负义、猪狗不如的东西！女儿啊，认命吧！以后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过，没有了顾家，你还有娘在，咱们不争那些荣华富贵了，过平淡日子也好。你胡说八道都些什么？我是顾家的嫡系女儿，我是京城里高高在上的贵女，我凭什么要像个低贱的农妇一样过平淡日子？我才不要！都怪你，你这个没用老东西！你以前不是很会勾引男人吗？你把你那些下作手段都使出来啊！当年你不也是用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办法，硬生生害死了顾张某他娘，才让我爹死心塌地的吗？为何现在你就不行了？你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！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我可是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娘啊！
造孽啊！这是造孽啊！顾慕农、裴灵谦，属于你们的地狱才刚刚打开。姑娘，夜深路重，您今日受了惊吓，还是早些回房歇息吧。嬷嬷，我不累，我只是觉得今晚的风吹得人心里格外痛快。老奴去给姑娘准备些热汤。风大，当心着凉。今日多谢司将军仗义严严，若非你在场震慑，只怕此事还不能如此顺利了结。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阿莫，你是不是也做过那个梦？将军在说什么？什么梦？我不明白。那个荒唐、残忍却又无比真实的梦，在梦里，你信错了人，被顾家抛弃，被裴林谦折磨，最后惨死在那个寒冬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那个来迟了的人。阿莫，那个梦折磨了我整整3年，每一个日夜，我都能听到你在梦里求救，可我却无能为力。我以为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经历的地狱。不是地狱，老天爷让我带着那段记忆醒来，就是为了让我今生寸步不离地守着你。阿莫，今生今世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再伤你分毫。原来我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，原来我的前世竟也是他心底最深的痛。包子嘞，热乎的包子。那不是裴家少爷吗？又喝多了。美人儿，等爷明日八抬大轿抬你进门做平妻。裴郎可要说话算话呀！裴林谦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我今日下场全拜你所赐，你竟还要娶一个娼妓做平妻，我跟你拼了！贱人，你发什么疯？蛮横无理的毒妇，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老子不仅要纳她，回去还要休了你！赶紧滚！我不行，那是我的买药钱，我还病着，你不能拿走。裴郎，我还买什错了，么药？我求求你！不如早点死了干净。活该！这不是以前风光无限的顾家二小姐吗？华胎有绝育，活该落个的这个下场。看什么呢？那么出神？没什么，刚刚看到了一只猫和一只狗打架。哦，谁赢了？猫挠了狗一爪子，狗咬了猫一口。既然势均力敌，为何不能好好相处？可能天生就是宿敌吧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管他们作甚，快吃吧，这甜酿冰冰凉凉，刚刚好。前世的恶人终究在狗咬狗中走向了毁灭，而我的新生才刚刚开始。好了。这胭脂里掺了什么？夫人饶命！奴婢今日出门摔了一跤，在府门外一个妇人手里买了一盒新的。姑娘，里头掺了莲子粉。顾慕寒，他这是在做最后的挣扎，他想在我的大婚之日重新唤醒我童年不祥的梦魇。快去请医师！不准去！今日是吉日，避医。若是叫了一日，这不祥的流言便坐实了。阿莫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吓死我了！我见你半天没动静。将军，姑娘遭了暗算，用了掺有莲子粉的胭脂，便起红疹了。医师呢？怎么还不叫医师？姑娘说吉日避医，不让叫。说什么狗屁吉日，什么都大不过你的命！去，把全城最好的医师都给我抓来！不要，很丑，会吓到你。他们都说这是不祥之兆。为何嫌弃？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天仙模样。我只是心疼，心疼你疼不疼？不疼了，长久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那些躲在暗沟里的老鼠，想看我们出丑，门都没有。今日我司掌诀就要牵着我的新娘，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的走出去。你这双拿惯刀枪的手来拿着细细的眉笔，倒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
为夫人画眉乃是天经地义的大事。好看，我夫人天下第一好看。就你嘴甜，快去前院忙吧。今天还有不少事情要打理呢。桂嬷嬷，进来回话吧。夫人，老奴无能。怎么了？一大早垂头丧气的。顾母暗中动手脚，差点害您误了吉时。罢了。夫人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你们也不必再费心去寻他了。听长觉说，他是杀了裴灵谦之后仓皇逃出来的。他竟敢杀夫！是啊，狗咬狗，一嘴毛。如今官府已经下发了海捕文书，将他列为通缉榜上的重犯。即使没有你们去搜捕，官府也迟早会找到他的。一想到他竟敢在大喜人之作要挟，老奴就巴不得立刻撕烂他的皮。会找到的。好了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就算他运气好躲开了搜捕，那又如何？他都别想有一天能心安理得的活着。他会像一只惊弓之鸟，永远活在被抓捕的恐惧中，食不果腹，夜不能寐。这才是对他最残酷的惩罚。可惜顾慕农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能苟活下去。不过3个月过去，他就被发现死在了破庙，结束了可悲的一生。这都是他自己做的孽，这一世的恩怨彻底了结。如今我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上一世那个惨死的自己。阿莫，祖母做了甜糕，快来！来啦！慢点跑。不久前，父亲奉命南下监工，出了意外。准备后事吧，老爷就在这一时半刻了。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终究还是熬不住了。阿莫，爹，对不住你。这一世的父女情分也终了了。清点清楚了吗？回夫人，顾家所有的田产、铺没、现银全部核算完毕。老爷临终前留了话，顾家这庞大的家产全都由您一人继承。长觉，我想做一件事儿。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顾家的财富取之于民，如今世道艰难，我想把这全部家产分成2份，这一半以顾家的名义回馈给朝廷。您就这样全捐了？全捐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至于剩下的一半，我要用它在京城兴办一所女学，让天下女子不论阶层出身，皆可名利，不再做井底之蛙。好一个兴办女学，我这就替你去跑腿办手续，绝不耽误夫人大计。去准备吧。蝴蝶，飞飞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慢点跑，当心脚下摔着。这孩子简直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皮得很。小时候可没少让祖母操心。操心什么？你那时候再皮，也是我心里头最好的乖孙女。一转眼你都这么大了，如今你也做了母亲，该知道当娘的心了。养儿方知父母恩啊。是啊，当娘的心。当娘的心是恨不能将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都捧到她面前，是拼了命也要护她周全。记忆中，母亲的面容已经很模糊了，我只记得她生前最爱穿月白色的衣裳，笑起来总是那么温柔。夫人，您让老奴暗中追查的旧事终于有眉目了。是谁干的？是萧姨娘。那件事是在顾慕农死后才彻底查清楚的。当年萧姨娘暗中下害，在夫人的药里动了手脚，导致难产去世。事后她又买通了产婆和府医，做得天衣无缝。若不是后来那个产婆临终前良心不安，托人递了这封认罪信进来，这件事恐怕就要永远烂在泥里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母亲在天之灵，今日终可安息了。娘亲，给娘花花，给娘。谢谢宝儿，娘亲很喜欢。哈哈哈哈！谁在送花儿？我也要。爹爹，哈哈哈哈哈！阿莫，你看他。爹爹刚从军营快马加鞭赶回来，连沐浴都没来得及呢。宝儿居然就嫌弃爹爹了。童言无忌，你还不快去洗洗？
这一身汗味儿，别说宝儿，连我都要嫌弃你了。那我偏要熏熏你。多大的人了，喝茶也能呛着，谁惹我们4大椒局生这么大气？还不是姓李那些酸腐文人，他们在茶馆里嚼舌根，说你扮女学是沽名钓誉，是仗着我私家的事在胡闹，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气死我了！我非去把他们的茶馆给掀了不可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堵得住一个人的嘴，还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吗？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你不好。那你就当他们放了个屁。阿莫，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不拘小节？跟你学的。行吧，我的错，夫人骂的对。去，哪里来的小叫花子？别脏了我们女学的地方！快走，快走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在这里？我叫阿恒，爹娘都死在灾荒里了，我一路讨饭来京城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想读书吗？我问你，想不想读书认字？有了本事就能自己活下去。想。桂嬷嬷，带她进去，洗干净，换身衣服。她就是我们女学的第1个学生。简直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！你招收平民女子也就罢了，竟然连青楼里赎出来的下贱胚子也敢收，这学堂成了什么污秽之地？这位先生，你口口声声说他们下贱，我倒要问问，他们不偷不抢，如今洗心改面求学向善，何错之有？他们出身低贱，根本不配进学堂，这是辱没了圣贤书。圣人书教你的是悲悯天下，不是教你在这里狗眼看人低。他们也是人，有血有肉，想求一条活路，为何不配？我顾墨办女学，只认一点，只要是想读书的女子，统统收下。谁若不服，大可去官府告我。女子的价值不止在后宅，哪怕万劫不复，我也要为他们劈开一条路。司夫人，阿红这丫头在医理上的天赋，老夫生平仅见。今日老夫便正式收她为关门弟子，带回太医院倾囊相教。能得薛大医轻言，是阿红的造化，有劳太医了。夫人，阿恒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再造之恩。若不是您，阿恒早就是路边的一具枯骨了。别说什么恩情不恩情的，你学了一身医术，往后好好救死扶伤，活出个女子堂堂正正的模样，就是对得起我了。夫人放心，阿恒一定好好学，将来像夫人一样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在这里吹风也不怕着凉。我只是在想，这一切美得像是一场梦。有我在，这不是梦。阿莫，你做到了，你比这世间无数虚门男儿都要了不起。